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瑜。众所周知，迷你世界大电影之觉醒，瘦子看了雪中对影，胖子看了腰带勒紧，周瑜看了脊梁极影，良心好做，属实够顶，必须端上来给大伙品一品。我是怎么想都想不明，一个因为模仿而一度上了风口浪尖的游戏，哪来如此大的勇气拍大电影？这种将不要逼脸贯彻到底的作品，再次将各路网友的团结引领。某办的评论区不用点开就知道是什么光景。正所谓一时误一世，19198一0。作为一名救急惩罚 UP， 我甘愿成为排头兵，挥泪掷下35元巨款，只为一睹人类脸皮厚度天花板。不是，现在小孩的钱这么好骗了吗？这可是35块大洋啊！买点排骨回家煲汤喝，不比这强？人家独行月球也才卖40块钱呢，而且这排片也是又少，时间又刁钻。工作日下午3点，广东37度高温，鬼会去看啊？也可能是因为我住郊区，庙小菩萨大，郊区影院拿捏不住迷你的大胯，于是我只能选择了一家离我特别远的市中心5星级豪华影院，因为只有这家晚上有排片。这个时候就有热心粉丝要问了，奶奶，为什么周瑜要晚上去看这部电影呢？因为白天去看我怕被熟人认出来。我们看的都是独行月球、神探大战，你看迷你世界，那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做朋友哦。大电影讲的是有个叫祖卡的英雄融合了起源之力和虚空之力，拿命封印住了虚空大反派夜影。但是夜影在被封印之前，将部分虚空之力注入祖卡的崽子卡卡的体内。10几年之后，卡卡长大成人，夜影的手下大眼怪图所到处劫掠卡卡的族人，汲取他们的起源之力，想要解放大魔王。结果有次误打误撞抓到了卡卡，还将他身上的虚空之力唤醒了。卡卡于是便成为了解放大魔王夜影的钥匙。族里的长老表示我们给你做个封印仪式，把虚空之力封起来就没问题了。卡卡则想学他爹，将起源之力和虚空之力融合，干死大眼仔和魔王，于是跑去地底世界找黑龙学习融合之力。最后魔王虽然苏醒，但也被成功融合的卡卡干爆。就这么一个勇士打怪升级拯救世界俗套的故事，毫无意义的打斗，毫无意义的聊天，莫名其妙的感情线，寻龙之路摁水了他妈大半个电影，给他寻龙歌谣搞得神神秘秘，结果随随便便误触机关找到的龙之塔。找到黑龙之后，请黑龙教他怎么融合起源和虚空之力，但是卡卡的起源之力被大眼仔抽空了，于是他只能去源之境强行拿回起源之力。这编剧怕不是混进去的友军，我怎么感觉这一段是在仿讽迷你8 MC 代码？全片唯一让我笑出声的情节就是男主大决战的时候跟个复读机一样说了4、5次不许伤害我的家人，什么国产家人侠、速度与激情10是吧？最离谱的还是这人物塑造，男主可能还有点子成长，配角连性格都反复横跳，嘴巴动作日常对不上语音，复制粘贴的野人军团和部落3长老，35块钱你就让小孩看这个是吧？就这部电影剧情单调，情节老套，各种摁水惹人发笑，敢卖35简直胡闹，必须5星好评，但是分期给到。散场离开影院的时候，天空下着暴雨，地铁公交也停了，这雨大的和当年10找他爹借钱的时候一样，而我的心情不是1平胜4一平。如果不是为了满足粉丝们的强烈欲望，谁会花35块钱外加58块钱打车费去看这部玩意呢？钱难赚，屎难吃。感谢迷你世界用1个半小时的时间教会了我这个人生哲理。扣114-514和我一起加入哀迷大家庭，以后谁再敢说我是迷你世界黑粉，我撅死他。好像亏了。一首经典老歌送给可怜的落汤鱼。我一路向北，离开你的世界，方向盘周围回转着我的轮回，我加速超越，却甩不掉到斑马鸣的包围，毫不惭愧，又超了几回。继续狼狈，就让挫折碎。好了，嬉笑打闹完了，也该认真说两句，这部大电影到底好不好看？其实你把迷你的元素拿掉，单论这个建模和 CV， 打发时间看的话没问题，毕竟这是熊出没导演亲自操刀。但这玩意儿打一开始就自带原罪，某办还有各大购票 APP 点评区，我看见最多的评论就是有钱拍大电影，没钱交版权费，这是来自群众的质问。一部面向低龄玩家的作品，这么高的票价是真把家长当韭菜了，而且还拍得这么没有诚意。其实还是有迷你的理智粉希望迷你能好好交版权费，认认真真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也是迷你的唯一出路。但人家就是硬要把抄袭鬼变成模仿，你又能怎么样呢？背道而驰又能跑多远？真给你挣得盆满钵满，户口本被人骂的就剩1页，这值得吗？如果这样的作品都能拿到高票房，对于其他兢兢业业的原创电影是极大的侮辱，所以并不推荐大家去买票观看，牺牲周瑜一个就够了，谁让我这么宠粉呢？那么说了这么多，这部电影究竟讲了啥？简单概括就是
嘿，有钱之年能够点开这个作品，像熬了8辈子血霉。倒霉有钱而拍片，没钱交版权，让所有的观众都爆雷。下面的剧情还要卖弄风骚，看得周瑜直接真肥。脸皮突破大气层，完全不去理会，所以怎么抄他都不用赔。民众讨伐将你包围，动画分坑舍你其谁？为了几个 W， 里面算个半水。哼，爱嘎雷。但是观众想看还是要多加斟酌。网友看完脏话疯狂喷薄，周瑜吐槽已经算是温和，别让这个玩意儿打扰平民生活。我是周瑜，一个在魔法滚打力球涨粉的逗比小粉。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还请1键3连加关注，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激励着我的进步。那么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会。